1秒钟到底有多长？为什么说原子钟是世界上最精准的时钟？你知道吗？我们看新闻时最常听到的播报，这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竟然不是在北京产生的，而是由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的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计算得来的。它指的并不是某一个城市的时间，而是整个东八区的区时。也就是说，即使我们身处祖国的不同地方，但是仍然遵循着同一个国家标准时间，这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其实，对于时间的讨论和定义，从古至今一直都在持续着。牛顿就曾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时间是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并且均一的流动与任何外在的东西无关，但是却可以通过物体的运动被感觉到并进行度量。那么以1秒钟为例，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它的长短呢？最早的时候，人们通过太阳的东升西落来判断一天的时间长短，又因为一天被分为24小时，1小时有60分钟，1分钟等于60秒，因此用地球自转1周的时间除以86400就可以得到1秒钟的时长。但是地球的自转并不稳定，时快时慢，所以用这种方法计算出的秒长并不均匀。纵使采用平均数的方法得到相对稳定的时间，但距离精准测量依然有很远的距离。直到1927年，石英钟的出现，才大大提升了钟表的精确度。石英晶体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质，在它的两侧交替导入正负电流，就会出现每秒钟32768次的振动。那么，利用除频装置将这个频率降低到1赫兹，再连接上动力装置，让指针每1秒钟移动1次，就可以得到一个石英钟表了。然而，由于石英晶体本身的品质不够稳定，所以得到的时间依然不够精准。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当时使用的石英钟每天会有1/1000秒的误差，这个数值看似毫不起眼，但却对科学计算和太空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于是科学家们开始思考，是否还存在着更加精细和稳定的周期呢？上世纪40年代末，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美国科学家在微观领域发现了一个天然稳定的频率——电子跃迁频率。核外电子在绕着原子核运动时，它们携带的能量不同，运行的轨道也就不同。这些轨道被称作能级。想从低能级跃迁到高能级，就需要吸收电磁波。反之，从高能级回到低能级就会发射电磁波，而这当中的电磁波频率就是能级之差除以普朗克常数。也就是说，对于同一种元素而言，它的电子跃迁率是不会改变的，并且在宇宙范围内都是一个固定值。因此，在1967年，国际计量大会重新定义了1秒钟，它就是铯133原子基态的2个超精细能级间跃迁辐射振荡9192631770周所持续的时间。而这种利用原子稳定能级之间跃迁的计时方式就被称作原子钟。1995年，法国利用激光冷却和囚禁原子的方法，成功研制出了冷原子钟，将原子钟的水平又提升了一个数量级。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有疑惑，为什么要把1秒钟的精准提到如此之高？到底有什么用呢？首先，更加精准和统一的计时装置为科学技术的研究计算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心脏便是一块铷原子钟，它的每一次跳动都决定着北斗卫星定位、测速和授时功能的精度。其次，原子钟还成为科学家们研究宇宙天体和地形地貌的新型探索工具。虽然说前面提到牛顿认为时间是绝对的，但是根据相对论可知，时间并不是绝对均匀的流逝，而是会受到不同引力条件的影响。也就是说，利用超精密的原子钟能够探测到引力场之间的微小差异。基于这个思路，科学家们可以通过探测时间的差异来研究宇宙天体变化引发的引力波现象，还可以通过山峰和谷底的时间差异来测量山脉的高度。当然，面对如此重要的原子钟，我国也不甘示弱。2007年，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成功研制出 NIM4 铯原子喷泉钟，实现了600万年不差1秒。
我国也成为继法国、美国、德国之后第4个自主研制成功冷原子钟的国家。2010年推出 NIM5 色原子喷泉钟，更是将中国时间频率基准的准确度提高到了2000万年不差1秒。目前，新一代的原子钟也已经进入到了调试阶段，预计精确度将达到6000万年不差1秒。相信不少人都注意到，汽车安全带是3点式，飞机安全带是2点式，这也是为什么呢？在了解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当汽车发生事故时，乘客系安全带与不系安全带的区别。国内的汽车碰撞实验室曾做过实验，以5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撞击墙壁，车内4个假人在均没有系安全带的情况下，驾驶员颅脑损伤，副驾驶股骨折，后排2位脖子折断，当场死亡。而在正面撞车时，正确使用安全带相比于不使用的死亡率减少57%。20世纪初，汽车安全带多为斜跨和横跨的2点式，在发生车祸时，乘客可能会从下方滑落或被甩出。直到1959年，尼尔斯·柏林发明了更加安全的3点式安全带，并沿用至今。3点式安全带由肩带、腰带、安全带锁扣构成，系带时肩带和腰带交汇，并固定在座椅低处的固定点上，构成端点指向地面的 V 字几何形结构。一旦汽车发生碰撞，这种结构可防止成员躯体前移、上半身前倾，能很大程度上防止乘客甩出车外，增强安全性。听到这里，可能大家就有疑问了，既然3点式更安全，那为何飞机上还要使用2点式呢？很多人认为，飞机一旦出事故，必死无疑。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全球每年飞机的事故数量和死亡人数其实很低。数据显示，2019年商业旅客航空运输中，大型飞机的致命事故率仅为每100万航班 0.18 起，平均每558万架次航班有1起致命事故。所以，对于飞机这种长途出行工具而言，安全带的作用不同于汽车。从舒适性讲，2点式要比3点式舒适度更高，并且飞机不会像汽车一样急刹车，即使遭遇乱流，也只会发生强度较小的上下晃动，而不是像汽车一样各个方向都可能遭遇剧烈冲击。2点式安全带足够将乘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乘客在机舱内发生翻滚。就算飞机遇到特殊原因需要迫降，为了防止巨大撞击力对骨骼的损伤，乘客应将双手交叉放在前排座位上，头部放在手上，或者将身体蜷缩在一起，比如身体弯向膝盖，双手尽量抱住脚踝。如果采用3点式安全带，反而无法保持这样的姿势。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火车和高铁上并没有安全带。火车和高铁的安全系数比较高，中国高铁的稳定性更是不用说，硬币放在上面都不会倒，因此很少会发生安全事故。就算发生了脱轨撞车等重大事故，将乘客固定在座位上，反而更容易受伤。2020年12月8号，珠穆朗玛峰的最新身高正式公布，8848.86米。这一数字看似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产生影响，但它背后可隐藏着不少问题。例如，与我们熟知的数据8848.13米相比，珠峰的高度为什么会增加？面对世界最高峰，渺小的人类又该如何测量它的高度？历经千辛万苦，只求精准测量珠峰的高度，这么做到底有何意义？珠峰的身高之所以会发生变化，离不开地球板块的运动。50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亚欧板块发起了俯冲，青藏高原由此隆升为世界屋脊。而这2个板块之间的缝合线便是喜马拉雅山脉。我们今天讨论的珠穆朗玛峰就在其中。受印度板块的挤压作用，在2015年到2015年10年间，珠峰每年不仅会上升约 0.4 厘米，还会向东北方向移动约3厘米。当然，长高并不是无止境的，山峰在隆起的同时，峰顶的砾石也会不断的风化掉落下来。除此之外，地震的发生也会阻碍珠峰的生长。1934年，尼泊尔发生了 8.2 级大地震，震中距离珠峰仅有 9.5 公里。这次地震直接致使珠峰的海拔高度降了半米有余。2015年4月25号，尼泊尔发生了 8.1 级大地震，此次震中距离珠峰220公里，使得原本向东北方向移动的珠峰转而向西南方向平移了4厘米。而除了多数人都能联想到的地质原因，还有一个因素也影响着珠峰的升高，它就是全球变暖。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国海拔的起点黄海平均海平面。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不同国家的海拔起点不同，测得的珠峰高度自然也有差异。再者，全球变暖也可能让珠峰顶部的积雪融化，因此是否将这层帽子计入身高，也影响着数值的变化。虽然了解了珠峰长高的原因，但是高度的变化也需要准确测量才能够明确。可珠峰又不像小朋友一样靠着墙壁站一站、量一量就知道多高。那么人类到底该如何测量它的高度呢？这就要运用到数学中的几何知识了。1847年，英国印度测量局在距离珠峰322千米远的恒河平原上，利用三角测量法对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进行了首次测量。如图所示，想测量高度，要先计算出测点到珠峰顶的距离。接下来测得珠峰顶的高度角，那么利用三角函数就可以求得珠峰的高度。但是受距离和光线的影响，这种方法测得的数值误差较大。况且从青岛压根就看不到珠穆朗玛峰，这时就需要借助另外一种方法——水准测量法。从理论上讲，工作人员需要从青岛的水准零点出发，每隔24米树立一个标尺，把水准仪摆放在两个标尺之间，并计算出它们之间的高度差，然后一次一次的测量，直到珠峰脚下。最后把之前测得的高度差累加，就得到了珠峰山脚与黄海平均海平面的高度差。这个工程量之浩大，难以想象。不过好在我国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2万多个相较于青岛水准零点的固定水准点，而珠峰测量一般都是从日喀则市的大地水准点算起，然后按照刚刚提到的水准测量法逐步逼近珠穆朗玛峰，最终测得珠峰脚下6个峰顶交汇点的精准海拔高度。讲到这里，珠峰高度的测量工作也就完成了第一步。这时你可能会抢答，下一步直接利用前面提到的三角测量法不就可以了吗？这个想法非常正确，但是却漏掉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参标。也就是说，需要在峰顶树立一个测量标识，不然从6个测点观测到的目标是不一致的。除此之外，测量峰顶积雪厚度以及获取其他科学数据，都要求勘测人员必须到达峰顶。据统计，截止2019年，已经有5140人成功登顶。每年5月份的登山窗口期，都会有数百人聚集在南北2条线路，向着峰顶出发，甚至会出现拥堵的现象。2019年5月26号，一位网友的视频就曾引发热议。由于排队等待时间较长，一位登山者体力耗尽，向下滑坠，被队友紧紧抓住。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8号之前，已有360人丧生珠峰，其中有77人是因为遭遇雪崩，71人是因为坠落而亡。而除了地理条件险峻，珠峰的气候条件也非常恶劣。通常情况下，海平面每升高100米，温度就会下降 0.6 摄氏度。如此算来，峰顶的温度比同纬度的海平面低了50摄氏度左右。而受其余环境因素的影响，峰顶的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73摄氏度。同时，最大风力可以达到飓风的强度，每小时189千米。所以说，想要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60年2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成立。在攀登到险峻的第2台阶时，队员刘连满甘为人梯，让另一位队员屈银华脱去高山靴，踩在他的肩上，穿着薄袜登顶。而在返回后，屈银华的食指和脚后跟也因为冻伤被全部切除。1975年，国测1大队首次将 3.5 米的参标树立在了峰顶，并测定出珠峰高程为 8848.13 米。这一数据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也开始出现在地图和书籍当中。2020年5月27号，珠峰高程测量队8名队员成功登顶，完成了第7次测量工作。而在此次测量工作中，不仅使用了 GNSS 接收机通过北斗卫星进行高精度定位测量，雪深雷达探测仪探测峰顶雪深，还首次实现了人类在珠峰峰顶开展重力测量。而历经艰险的国测1大队也荣获了2020年感动中国人物的称号。最后我想说，测量珠峰高度的意义远比我们想象的重大。至于科学，它对地球板块运动研究、冰川监控、生态保护提供了一手资料。至于人类，高精度的导航和遥感数据将直接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至于中国，它代表了国家凝聚力和团结拼搏的精神。
这当中发挥的国际影响力和社会效益不容小觑。飞机的油箱在哪儿？为什么飞机要在空中放油？先问一个问题，汽车的油箱在哪儿？这问题简单呢，想一下加油的时候往哪儿加不就知道了吗？肯定在后排的座位下面呢。那再问一个问题，你知道飞机的油箱在哪儿吗？那我又没给飞机加过油，当然不知道了。难道说也在座位下边？这你就想错了。其实啊，飞机的油箱放在机翼里。以波音747飞机为例，它的油箱主要分布在两侧的机翼，也就是主油箱。翼尖处是通气油箱，在机腹位置有一个中央油箱，而在飞机的水平尾翼处还安装了一个配平油箱。可是话说回来，飞机的机翼看起来那么薄，怎么会想到把油箱放在这里呢？首先要打破刻板印象，机翼的薄只是相对于机身而言，爬进它的内部观察，就会感叹一个词：别有洞天。这里的油箱被隔板分为一个个小的空间，人可以从中间通过，简直就像一个迷你的房子。相关数据显示，一架波音747飞机最多可以装载160吨左右的航空燃油。而除了储油空间足够用外，把油箱放置在机翼里也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首先，保证空间使用率最大化。民航客机主要通过载人或者载货盈利，所以说任何可以利用的空间都不能浪费。其次，保持飞机的重心平衡，在飞机用油时会优先使用位于中央油箱的燃油，然后再分别使用左右机翼上的燃油，这样重心就不会有较大的偏移。而机翼油箱内的隔板也可以防止燃油因为飞机颠簸而发生涌动，破坏平衡。再者，增加机翼向下的重量。这个原因听起来有些奇怪，飞机的重量难道不是越轻越好吗？话虽没错，但也要具体位置具体分析。对于机翼而言，它是飞机升力的来源。波音747每边30多米的机翼要承受100-200吨向上的力，这会让它发生较大程度的弯曲，因此盛放燃油可以减少升力对机翼的伤害。最后，与放置在客舱下相比，机翼位置相对安全，一旦发生紧急迫降事件，机翼距离地面的距离更远，燃油泄漏的几率也就大大降低。以上就是将油箱放置在机翼处的原因。而对于身形小巧的战斗机而言，为了更大程度的利用空间，不仅仅是机翼，任何空置的地方都可能被设计成油箱。前面提到，机翼里盛放燃油可以制衡升力，但是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个适度。对于翱翔在天空中的飞机而言，重量的把控尤为重要。所以，飞机加油并不像汽车可以加得满满当当。一般情况下，飞机携带的油量越多，可用液载就越少。因此，综合考虑飞行安全和液载量，每次起飞时，航空公司都会精心计算出飞机需要携带的燃油重量。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飞机甚至还会做出舍弃燃油的行为。2017年11月3号，南航纽约至广州 CZ600 航班空中放油43吨备降冰岛。2019年3月27号，东航上海至伦敦 MU551 航班空中放油39吨备降北京。2019年7月16号，东航上海至纽约 MU587 航班空中放油45吨备降东京等等。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机长会选择在空中放油，白白浪费资源呢？这主要分为两种情况。飞机在起飞后不久，因发生故障需要立即着陆，此时的飞机重量超过了最大着陆量，如果不及时放油，起落架就会有折断的危险。二，飞机发生意外情况需要紧急迫降，如果机内留有大量燃油，且起落架不能放下，飞机在着陆时很有可能会发生摩擦，引起爆炸事故。那么飞机放掉的油又去哪了呢？会污染环境吗？其实现在多数机场的附近都有专门的放油区，一旦出现放油需求，管制员就会指挥飞机避开城市、机场、森林上空和低地低空，进入机场放油区进行放油。而在气温和气压极低的高空环境中，燃油排出后就会马上雾化，这虽然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了影响，但是随着民航技术的发展，民航业和飞机制造商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将空中放油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弓箭手悖论是什么？
上世纪30年代，人们在射箭运动中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即普通人下意识地认为射箭时就应该把箭对准目标，而实际情况却是，弓箭手搭在弦上的箭是偏向一侧的，箭在射出后不但不会跑偏，还能准确地命中目标。反倒将箭瞄准目标射击，就一定会打偏。这种神奇的现象被称为弓箭手悖论。为了探寻这背后的原因，1938年，被誉为科学弓箭术之父的克拉伦斯·恩希克曼用高速摄影机拍下了手撒开后箭的飞行过程。慢放后就会看到令人震惊的画面，箭并不像我们常说的笔直地飞出去，而是像鱼一般游动着前进。那么问题来了，箭为什么会发生弯曲？弓箭手又是如何利用这种弯曲来射中目标的呢？首先，弓箭手使用的箭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坚硬无比，而是具有一定的弹性。在用力拉弓时，箭身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形变，松手放箭的瞬间，箭尾首先感受到了来自弓弦的强大推力，这股能量会顺着箭身向前传递。一旦箭变形到了特定程度，它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回弹。因此，在慢镜头下观察，就会发现箭身在左右扭动着前进。专业领域中，人们通常会用挠度一词来表示箭杆的抗压程度。弓箭手在使用同一支弓时，如果箭的挠度不同，那么游动的频率和幅度都会不同。所以，选择一支挠度合适的箭，可以让箭杆恰好在向外弯曲到最大程度时经过弓把，这样就避免了二者之间的摩擦和碰撞。虽然说箭在发射时可以绕过弓把，但是该如何让摇头晃脑的它射中目标呢？其实，在箭来回摆动的过程中，箭身上有2个点是始终保持不动的，这2个点就是波节。只要把波节连线的延长线对准最终的目标，那么就能够射中。如果说箭的摆动和波节的位置取决于箭的挠度、质量分布以及弓的张弓拉力和拉锯等等，那么预判这2个波节的位置就只能靠弓箭手的技术和经验了。不过，在了解了弓箭手悖论产生的原因后，传统的弓箭也被逐渐改良。例如，复合弓弓柄的中间位置凸起到了一侧，如此一来，箭就能够对准目标，直直地射出，不用再考虑弓箭手悖论了。其次，在放置箭身的地方还可以安装一个跌落箭台，这样在箭发射的瞬间，箭台就会随即跌落，它能很大程度上的减小二者之间的干扰，有一种凌空出箭的感觉。但是观察高速摄影下的射箭过程，你就会发现，即使没有了复杂难搞的弓箭手悖论，还少了许多摩擦力的影响，箭依旧会弯曲前行，只不过不再是左右摆动了，而是变成了上下摆动。在电梯坠落的最后一刻跳起，能保命吗？在我的印象里，许多科幻电影和恐怖电影里都出现过电梯桥段，不是被困在电梯里，就是有亡魂在电梯里游荡。在电影《生死时速》中，反派更是用炸弹炸断了电梯的3根钢缆，使轿厢直接从40层开始坠落。这样的惊险情节看多了，潜意识里总会觉得电梯的危险系数有些高。那么，事实当真如此吗？电梯真的会坠落吗？其实，现代电梯不仅是一个小小的金属空间，在轿厢外面还存在着一些你看不到的安全装置。首先是电梯的钢缆数量，对于一般的住宅楼而言，至少需要3根钢缆，而理论上讲，1根钢缆就能够承受住电梯轿厢的所有重量。如果非常不幸，所有的钢缆都发生了损坏，那么电梯的超失速安全保护系统就派上了用场。它主要包括限速器、安全钳、爆闸等装置。当电梯快速下坠时，如果速度超过额定速度的 115%， 那么限速器就会立即工作，切断电梯的驱动电源。在爆闸刹车制动后，限速器就会通过钢丝绳拉动轿厢底部的安全钳，使轿厢卡在导轨上动弹不得。退一万步讲，就算这些装置都失灵了，在电梯井的下部还有一个终端越位安全保护系统，它不仅会再次阻止电梯的运行，还包括一个缓冲器，即电梯就像砸在一团棉花上一样，能够消耗部分能量，减小对乘客的身体伤害。不仅如此，国家还规定至少每15天对电梯进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
不过话虽如此，还是忍不住脑洞大开一下。假设你现在走进一个年久失修的电梯，只听一声巨响，电梯开始急速下坠，所有的安全措施都不起效，那么在落地的前一刻高高的跳起，能不能保住一条命呢？答案是想太多了。我们可以简化这个模型，忽略空气阻力，让电梯从10米高处做自由落体运动，那么你和电梯在落地时的瞬间速度接近14米每秒。根据动量守恒定律，当你向上跳时，你和电梯的总动量保持不变，但你的动量会被电梯分走一部分，因此起跳速度有所减小。就按3米每秒来算，那么最终相对于地面的速度会减少到11米每秒。NASA 曾对人体所能承受的极限速度进行过研究，在双脚着陆的情况下，人最多能够承受12米每秒的撞击速度，12到17米每秒尚有可能幸存，17米每秒以上几乎无望生还。当然，上面列举的情况还只是想象，因为跳起时你的双脚并没有着地，高层建筑的高度也不止10米。在失重的电梯里，你能不能跳起来，以及跳起来的速度有多少，并不能确定。而在短暂的坠落过程中，你也无从得知电梯何时落地，就更别提在电梯着陆的前一刻跳起了。最后回到现实生活，因为有安全系统的层层保护，电梯坠落的概率极低。但是，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也不要傻傻的尝试跳起，因为这可能让你失去平衡，伤得更重。正确的做法是将头部和背部紧贴电梯，膝盖微微弯曲，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硬币悖论是什么？我们拿出2个大小相同的硬币上下摆放，按住下方的硬币不让它动，然后让上方的硬币绕着不动的硬币滚动1周。此时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认为，在滚动的过程中，外侧的硬币应该会转动1周。然而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硬币足足转动了2周才滚回起点。这一反直觉的现象被人们称作硬币悖论。虽然说2个圆接触的路径确实是1个圆周，也就是2πr，但是对于滚动圆的圆心来说，它走过的路径可不只是1个圆周，而是4πr。这一问题最早出现于1982年5月1号的美国高考数学题中。如题所示，2个圆的半径不同，小圆的半径是大圆半径的1/3。问题是，如果要小圆绕着大圆滚回原位，那么它需要转多少圈？答案有5个，和前面的硬币问题相似。多数人，甚至是出题人都认为答案是 B。然而，有了前车之鉴，我们再亲手操作一下，就会发现，小圆转了整整4圈才回到了起点。也就是说，这道题的答案是错的。在当年参与考试的30万考生里，只有3个学生给出了正确答案，最终也只有这3位同学获得了该题的分数。而这类题目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套路的算法，即用公转圆圆心画出的圆的半径除以这个公转圆的半径，就得到了公转圆转动的圈数。以上述高考题目为例，小圆的半径为1，它的圆心走过的圆的半径为1加3等于4。因此，最终得到的答案就是小圆转动了4圈。可是，答案套路和方法似乎 get 到了，错觉产生的原因却仍不清晰。为什么外侧滚动的圆总会多转1周呢？我们可以让圆在直线上滚动，假设这个小圆的周长是1，它下方的直线长度也是1，那么滚过这条直线，圆刚好转了1周。接下来，把直线换成一个边长为1的等边三角形。那么滚过3条边，小圆是不是转动了3圈呢？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拐弯时，圆心还发生了120度的旋转，而3个拐角相加，小圆也就多转了360度。因此，绕一个等边三角形滚动，小圆转动了4圈。同理，我们可以延伸到正方形、正5边形、正6边形等等，最后都会得到一个相同的结果，小圆多转了1周。而将多边形的边数扩展到无穷大，也就得到了一个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所谓的硬币悖论中，外围滚动的圆总会比想象中多转1圈。假设有一天你买了1包糖和1包盐，在装瓶的时候不小心分了神，将它们倒进了同一个瓶子里，那么该如何把混合在一起的糖和盐分开呢？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糖和盐到底有哪些不同。首先，最明显的就是颗粒大小不同，这就可以采用2种办法。第一种，筛选法，你需要找到一块布或者一个筛子，它们的小孔尺寸要介于蔗糖晶体与氯化钠晶体的平均尺寸之间，这样就可以把盐给筛掉，留下颗粒较大的糖。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筛子，就可以采用第2种最为原始的方法，挑选法，即本着愚公移山的精神，拿着放大镜将2者一粒一粒地分开。其次，糖和盐的密度不同，在常温下，蔗糖的密度是 1.587 克每立方厘米，氯化钠的密度是 2.165 克每立方厘米。这时可以利用合适的风力条件，将它们吹出不同的距离，也就是所谓的风旋法。再者，糖和盐的熔点也不同，蔗糖的熔点为186摄氏度，氯化钠的熔点为801摄氏度，相差了600多度。那么可以考虑使用加热法，将2者的混合物升至186度到801度之间。这时白糖早已化为了焦糖，而食盐仍为固态。但是焦糖的粘性那么大，恐怕还是难以分离。实在不行，还有另一种方法，溶解法，即寻找到一种神奇的溶剂，它只能溶解糖和盐中的一种，例如丙酮。蔗糖可以溶解其中，氯化钠却不行。因此溶解后过滤旋干就可以得到氯化钠晶体，而后再将丙酮加热挥发，便可以得到蔗糖颗粒。当然，跟精密的化学仪器和专业的分离方法相比，这些方法着实拿不出手。但是如果真的在家里手抖了一下，我们又没有实验室的条件，那不如用糖和盐的混合物做一道咸甜可口的西红柿炒鸡蛋吧。